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本投资界的圣经级著作《聪明的投资者》。这本书真的是太经典了，被巴菲特称为有史以来最好的投资书籍。我花了3个星期把这本书啃完，今天就把最精华的内容整理给大家。首先，什么是投资？什么是投机？很多人一进股市就开始瞎买瞎卖，以为自己在投资，其实是在投机。书中给出了一个非常清晰的定义：投资操作必须满足3个条件：一、以深入分析为基础；2、确保本金的安全；3、获得适当的回报。不满足这些要求的就是投机。举个例子，你看到某个股票涨得很好，听朋友说这家公司不错就买了，这就是投机。真正的投资是什么？你要研究这家公司的财务报表，了解它的商业模式，评估它的内在价值，确定有足够的安全边际后才买入。投资者和投机者最大的区别就是对待股市变化的态度。投机者的兴趣在于预测市场波动，希望快速获利，而投资者关注的是按合适的价格买入，并长期持有优质证券。这里有个很有意思的观点，投资者是为自己赚钱，而投机者是为经纪人赚钱。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投机者频繁交易，产生大量手续费，最后赚钱的反而是券商。而投资者买入后长期持有，交易成本很低，收益主要来自企业的成长和分红。防御型投资者 vs 积极型投资者。书中把投资者分为2类。防御型投资者的特点：希望轻松自由，不想花太多时间分析。第一目标是避免重大错误和亏损，只追求获得市场平均业绩，主要精力放在防守上。积极型投资者的特点：愿意花大量时间和精力研究，具备专业的分析技能，目标是获得超越市场的业绩，把投资当作一项事业来经营。这里要注意，中间没有折中路线。你要么选择做防御型投资者，要么选择做积极型投资者，不能左右摇摆。很多人的失败就在于既想轻松又想获得高回报，结果2头都不讨好。格雷厄姆反复强调，聪明的投资者要有耐心，要有约束力，并渴望学习，还必须能驾驭自己的情绪，进行自我反思。这种智慧更多表现在性格方面，与智商和考试能力没什么关系。防御型投资者怎么做？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做防御型投资者是最好的选择。书中建议防御型投资者要做些傻事，具体怎么做呢？1、买指数基金。巴菲特过去20年推荐过10次指数基金。他说，对于绝大多数投资者来说，成本费率低的指数基金就是股票投资的最佳选择。通过投资指数基金，在扣除管理费和其他费用之后，所获得的净收益率肯定能够超过绝大多数投资专家。推荐的投资比例是3:11， 60% 投资国内股票指数基金， 20% 投资海外股票指数基金， 20% 投资债券基金。假设你每月有500美元结余，可以这样分配：300美元投资股票市场指数基金，100美元投资外国股票指数基金，100美元投资债券市场指数基金。这样就能确保囊括这个星球上几乎所有值得拥有的投资了。2、如果要买个股，遵循4大原则：适当分散，持有10至30只股票，选大型优秀企业，规模大，行业领先，财务稳健。
股息记录，连续支付股息20年以上。合理估值，市盈率不超过25倍。格雷厄姆建议防御型投资者购买股票的价格上限是过去7年平均利润的25倍。比如某公司过去7年平均每股盈利3美元，那么购买价格不应超过75美元。积极型投资者的3种策略。如果你选择做积极型投资者，有3种策略可以考虑。一、购买不受市场追捧的大公司股票，就是那些暂时失宠但基本面依然强劲的大公司。这种策略被称为道氏失宠股投资法，就是购买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中最便宜的股票。二、买入被严重低估的便宜货股票，这些股票的价值远高于市场价格，需要你有很强的分析能力来发现。理想状态是公司股价既大大低于过去的平均价，又大大低于过去平均的市盈率。三、特殊情况套利，比如公司破产重组、并购等特殊情况产生的投资机会。这3种策略彼此有很大不同，每一种都要求实践者具备不同类型的知识背景和情绪性格。核心理念：安全边际。整本书最重要的概念就是安全边际。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买入的价格要远低于股票的内在价值。比如一只股票内在价值100元，你要60元甚至更低的价格买入，这40元的差价就是安全边际。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一、可以降低投资风险；二、即使分析有误，也有缓冲空间；三、能获得更好的投资回报。书中有句经典的话：无论如何谨慎，每个投资者都免不了会犯错误。通过坚持要求安全边际，永远都不要支付过高的价格，你就能使犯错误的几率最小化。有了充足的安全边际，就不用准确预测公司的未来盈利了。只要安全边际很大，就足以让投资者假定公司未来盈利不会远远低于过去的平均水平。格雷厄姆还总结了稳健投资的几个要点：通过拒绝购买价格过高的证券，降低财富消失的风险。如果你以60美分买进1美元的东西，比用80美分买进风险更小，但回报更高。价值组合潜在回报越大，风险就越小。格雷厄姆用了一个非常生动的比喻来描述股市。想象你有一个商业伙伴叫市场先生，他每天都会给你的股票报价，要么想买你的股票，要么想卖股票给你。市场先生情绪很不稳定，有时候极度乐观，报价很高；有时候极度悲观，报价很低。作为聪明的投资者，你要利用市场先生的情绪波动，当他过度悲观时买入，当他过度乐观时卖出。要让市场服务你，而不是指导你。真正的投资者不会被迫出售自己的股份，而且绝大多数时间里都不理会当期的股价。记住这句话：市场短期是一台投票机，但长期是一台称重机。短期内股价受情绪影响，但长期来看，股价终究会回归其内在价值。最终的结果取决于利润。市场就像一只钟摆，永远在短命的乐观和不合理的悲观之间摆动。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我们有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要告诉大家：我们已经开通会员功能了。现在您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大家庭，享受会员专属影片和更多独家内容。别忘了关注才知道，并点击小铃铛，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祝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聪明的投资者是现实主义者，
他们向乐观主义者卖出股票，并从悲观主义者手中买进股票。如果你要选择个股，格雷厄姆给出了7个具体标准：一、公司规模，要选择有一定规模的公司，但不要忽视小企业的机会。2、财务状况，流动资产至少是流动负债的2倍，显示强有力的财务状况。3、盈利稳定性，过去10年每年都有盈利，标准普尔500指数中 86% 的公司都满足这个条件。4、股息记录，至少连续20年支付股息。5、盈利增长，过去10年盈利增长至少1/3。6、合理市盈率，当期市盈率不超过15倍，基于过去3年平均盈利。7、合理市净率，股价不超过账面价值的 1.5 倍。同时要注意，市盈率和市净率的乘积不应超过 22.5， 这是为了防止某些公司虽然市盈率合理，但账面价值太低，导致估值偏高。满足这些条件的股票基本上就是优质的价值股了。格雷厄姆建议集中购买售价能够较好接近公司有形资产价值的股票，比如高于有形资产价值的部分不超过1/3。投资中的常见错误：一、预测市场，不要试图预测股市的涨跌，没有人能准确预测市场。对于未来股票回报的预测，唯一确定的事就是你可能会得出错误的结论。专注于分析公司的内在价值。2、追涨杀跌，很多人看到股票涨了就买，跌了就卖，这是最愚蠢的行为。如果你仅仅因为股价一直在上涨就去购买股票，而不管公司的价值是否在增加，那么你迟早会感到十分懊悔。这不是可能发生的事，而是必然将发生的事。3、投机当投资，不要把投机账户和投资账户混在一起，也不要在思想上把两者混为一谈。如果要投机，严格控制资金比例，不要超过总资产的 10%。 投机并非明智之举，尤其是在以下情况：自以为在投资，实则投机；缺乏足够知识技能，却把投机当成严肃的事；投机投入的资金过多，超出承担亏损的能力。4、过度交易，如果你一年交易超过2次，或者每个月花在股票上的时间超过1至2小时，说明你可能有问题了。不要让互联网带给你的轻松感觉使你沦为投机者。换手率和平均持股时间有直接关系，换手率 20% 对应平均持股5年，换手率 105% 对应平均持股 11.4 个月。频繁交易不仅增加成本，还会损害投资业绩。成长股投资的陷阱，很多人热衷于投资成长股，认为可以获得更高回报。但格雷厄姆提醒我们，成长股定义是不仅过去业绩超过平均水平，而且预计将来也如此。但问题在于：一、成长股价格通常很高； 2、对未来的判断可能出错； 3、公司快速增长不可能永久持续。某一行业显而易见的业务增长前景，并不一定会为投资者带来显而易见的利润。即使是专家，也没有可靠方法能挑出前景光明行业中最有前途的公司。历史数据表明，与一般普通股投资相比，对成长型公司股票的分散投资并不能带来优异回报。基金投资的建议：对于大部分人来说，买基金比买个股更合适，但要注意几点。一、不要根据过去业绩选基金，这是最愚蠢的行为之一。过去表现好不代表未来也会好。
完全凭借过去业绩来购买基金的行为是投资者所做的最愚蠢的行为之一。二、关注费用，费用越高，你的回报就越低。选择费用低的指数基金，基金费用越高，回报率越低，这是铁律。三、避免过度交易的基金，基金股份交易越频繁，赚钱机会越小。四、小心规模过大的基金，有证据表明，规模较小是持续获得优异结果的必要因素。五、什么时候卖出基金？交易策略突然大幅改变，费用上升，说明基金经理在肥自己的腰包。过度交易导致税负增加，出现异常的业绩表现，无论是大涨还是大跌。心理因素的重要性，投资成功的秘诀更多在于心理素质，而不是智力水平。你需要一、耐心，不急于求成，能够长期持有。二、约束力，严格按照投资原则执行。三、情绪控制，不被市场情绪左右。四、持续学习，不断提高投资技能。书中说，投资者最大的敌人不是股市，而是自己。能否克服人性的从众心理，隔绝市场巨大的情绪影响力，保持理性，这是最大的挑战。投资成功的秘诀在于你的内心。通过培养自己的约束力和勇气，你就不会让他人的情绪波动来左右你的投资目标。说到底，你的投资方式远不如你的行为方式重要。要想投资成功，一要智商，二要情商。智商不是聪明，而是正确的思考框架；情商不是战胜别人，而是战胜自己。虽然热情在其他行业是必不可少的品质，但在华尔街却总会招致灾难。实用的投资建议：一、机械投资法。出于对人性的考虑，格雷厄姆主张在投资组合中采用某种机械的方法，调整债券与股票之间的比重。随着股票上升，不断出售持有的股票，并将获利投入债券；市场下降时，采取相反做法。二、定投策略。每月固定投资一定金额到指数基金，不管市场涨跌。这就是美元成本平均法，可以平均成本，降低风险。三、价值投资。寻找价格低于内在价值的股票，买入后长期持有，直到价格回归价值或者超过价值时卖出。格雷厄姆与多德部落的投资人之所以成功，就在于他们利用市场无效性产生的价格与价值之间的差异。如何看待市场波动？很多新手最怕的就是股价下跌，但格雷厄姆告诉我们，应该欢迎市场下跌，因为这给了我们以更低价格买入优质股票的机会。只要你手上持有足够应付日常生活所需的资金，你应该欢迎熊市，因为它会把股价拉回到低位。牛市的结束并不是坏消息，由于股价下跌，现在已经进入一个相当安全和理性的财富积累时期。股价波动对真正的投资者只有一个意义：在价格大幅下跌时理性买入，在价格大幅上涨时理性卖出。其他时间忘记股价，专注于公司的经营业绩和股息收入。价格波动对真正的投资者只有一个重要含义：当价格大幅下跌时，给投资者提供了明智购买的机会；当价格大幅上升时，给投资者提供了明智出售的机会。风险的正确理解。很多人对风险的理解是错误的。真正的风险不是股价波动，而是本金的永久性损失。市场价格的下跌并不会导致亏损，因此市场价格下跌并不意味着实际的亏损风险。
如果以合理的投资年限来衡量，一组精心挑选的股票投资组合能够提供满意的整体回报，那么这一组合实际上就是安全的。到期不能支付本金和利息的债券才是不安全的。股票的安全取决于企业的盈利能力，而不是股价波动。财务分析的要点：如何看财务报告？一、从后往前看，企业不愿意你看到的东西都会放到后面。二、查看说明，在未阅读年度财务报告的说明之前，绝不能购买股票。三、重点关注重要会计政策总结，了解如何确认收入、记录存货等关键信息。财务稳健的标准：普通股账面价值不低于总资本的一半。对于铁路或公用事业公司，这个界限是 30%。投资组合管理，投资比例建议，作者反对100减去年龄的投资比例建议，认为承受风险的能力与年龄无关，与选择的投资方式有关。年龄是次要因素。具体建议：股票和债券比例保持在 25% 至 75% 之间，不要将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适当分散投资。投资一些外国股票，获得全球市场的收益。特殊情况的处理。AP 公司案例带来的教训：一、股市会出现严重错误，敏锐大胆的投资者可以利用这些错误。二、大多数企业的特点和经营质量会随时间变化，有时变好，但更多时候变坏。最有价值的通常是一些曾经过热但却已经冷下来的股票。长期投资的重要性：一旦亏损达到 95%， 你必须赚得 1900% 才能回到原来的起点。这说明了保护本金的重要性。每一笔投资的未来价值是其现在价格的函数，你付出的价格越高，你的回报就越少。股票并非仅仅是一个交易代码或电子信号，而是表明拥有一个实实在在企业的所有权。企业的内在价值并不依赖于其股票价格。投资的3个核心目标。格雷厄姆总结投资的3个核心目标：一、如何使你的投资亏损概率最小化；二、如何使你获得持续收益的机会最大化；三、如何约束你的自我挫败行为。这种行为使大多数投资者无法完全发挥潜能。关于投资建议的总结：简单证券组合策略的优点。购买若干高等级债券的同时，持有一组多样化的龙头股，只要得到专家一点帮助，任何投资者都可以这样做。深思熟虑的投资方法稳固建立在安全边际原则基础上，这种方法能够带来可观收益。但在缺乏大量自我检验的情况下，不要因贪图可观回报而做出不确保防御型投资收益的决策。稳健的投资原则一般会带来稳妥的结果。投资艺术具有一种并不广为人知的性质，普通投资者只需付出很小的努力和具备很小的能力，就可以取得一种可靠，即便并不壮观的成果。但是要想提高这一可轻易获得的成果，却需要付出大量的努力和非同小可的智慧。最后的忠告：购买股票要像购买食品杂货一样，而不要像买香水一样。关注实用价值而不是情绪价值。遵循格雷厄姆提出的投资基本原则，你就不会跟随股市做蠢事，而是会利用股市的愚蠢行为从中获利。格雷厄姆坚信，任何牛市最终都将遭遇惨败，因此要时刻保持警惕，不要被市场的繁荣冲昏头脑。
忘记过去的人必将重蹈覆辙。学习投资历史，了解市场周期，这对投资成功至关重要。如果你造了空中楼阁，你的劳苦并不是白费的。楼阁应该造在空中，现在要做的是在其下方建造地基。这句话说明了理想和现实的关系，投资也是如此，要有远大目标，但更要有坚实的基础。能否获得优异的投资成果，既取决于你在投资方面付出的努力和拥有的知识，也取决于你投资生涯中股市的愚蠢程度。股市行为越愚蠢，有条不紊的投资者面对的机会就越大。这本《聪明的投资者》真的是投资界的经典，里面的理念虽然诞生于几十年前，但至今仍然适用。巴菲特就是格雷厄姆最成功的学生，他用这些理念创造了投资史上的奇迹。记住，投资不是一夜暴富的游戏，而是一个需要耐心、理性和纪律的长期过程。真正伟大的投资理念常常用简单的一句话就能概括：寻找具有持续竞争优势，并且由一群既能干又全心全意为股东服务的人来管理的企业。当发现了具备这些特征的企业，而且能以合理价格购买时，几乎不可能出错。希望这些内容对大家的投资之路有所帮助。如果觉得有用的话，记得点赞关注，我们下期见。